人在车站发现诡异的是，死去8年的丈夫突然出现在眼前。看到这一幕的女人简直不可置信，她试着伸手给丈夫打个招呼，然而可怕的是，丈夫竟然抱起了个很亲近的孩子，甚至一旁还出现个和自己长得一样的女人。就在黛西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时，丈夫就带着一家人消失在人群。为了搞清楚究竟有什么秘密，黛西火急火燎地跟了上去。然而丈夫一家早已无影无踪。事实上，丈夫早就在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，可现在死了8年的人突然复活，而更可疑的是，竟然还有另一个自己，甚至已经有了3个孩子的家庭。这一切仿佛做梦一般的离奇。黛西立即开始调查丈夫的动态，可让她没想到的是，丈夫每天都不间断的更新，仿佛丈夫从没有离开过世界。等回到家，黛西也顾不上吃饭，依然在网上查找一些线索。为了不让母亲过于担心，黛西谎称着要去上厕所，然后顺势躲进了卫生间里，随即开始查看着丈夫的点点滴滴。而黛西也因此查到女人的账号，她迫不及待地点了进去，而女人的动态居然也记录着生活，从他们相知相爱到组建家庭，这一切都是黛西梦寐以求的。黛西也开始有些怀疑自己的存在，随后她立刻赶到了电脑前，开始搜查关于样貌相同的案例。网上果然有过类似的案例，还表示长得像的人实际很多，即便彼此之间没有血缘关系。看到这里，黛西松了一口气，或许这件事不过是碰巧罢了。可就在她准备放下心来时，一条动态打破了平静，他们居然有相同的儿时照片。黛西被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到了，赶紧找到了母亲开始求证，自己也没有双胞胎姐妹。Мам, блин,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о. 没等母亲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黛西就迫不及待爬上凳子，开始翻箱倒柜的找相册。可她找遍了所有的相册，也没找出双胞胎姐妹的影子。不过竟然找到了小时候的日记本，日记本里记录了小时候的愿望。他们想未来拥有幸福的5口之家，一起住在一个大房子里。而如今她的愿望早已实现，只不过女主人是另一个人，本该属于自己的却被别人夺走。黛西难以掩饰自己的情绪，只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于是黛西立马赶到了理发店，让托尼老师给她做照片里的造型。在托尼老师超高技术的还原下，黛西看起来和那个女人一模一样。随后黛西翻到丈夫的最新动态，并且根据动态决定了他们的位置。于是黛西马不停蹄地赶到那家饭店，而丈夫和女人正在进行烛光晚餐。黛西在一旁远远地观望。等到女人起身去了洗手间时，黛西见状立马跟了上去。可正当她打算和女人对峙时，女人却对黛西的到来并不意外，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一切。Я должна сидеть там сейчас за столом с Сережей. Это ты меня троллила весь день. А ты меня забанила. Правильно сделала. Отвали, иначе я позову охрану. 眼看女人要走，黛西赶紧上前质问，却没想到女人愤怒地将她一把推倒。黛西眼见如此，顺手拿起垃圾桶，将猝不及防的女人一把砸倒。看此时的女人毫无动静，黛西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，她推测女人应该是已经没了呼吸。这一下让黛西也感到无比心慌，她神情慌张地跑出了洗手间，一时忘乎所以地抱住了丈夫，而丈夫竟然也毫无发现。询问黛西为什么换了一套衣服，听后的黛西赶紧拿起酒杯故作掩饰，谎称只是想重温一下以前的生活，所以才穿上了以前的旧衣服。而听后的丈夫没有任何的质疑。然而还没来得及让黛西放心，一旁就有人发现女人死在洗手间。为了让自己神不知鬼不觉，黛西赶紧带着丈夫跑回了家。车上的黛西内心充满着好奇，她尝试着询问丈夫的记忆，是否还记得曾经有出过车祸。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刻，黛西却因为喝醉昏睡过去。等到黛西再次从睡梦醒来，已经出现在梦寐以求的豪宅。此刻的她知道自己已成了女主人，看着丈夫贴心端着早餐来到眼前，以及3个戏耍打闹的孩子，黛西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，却也因此忘掉了这事情的真相。然而这种看似幸福的生活，在黛西的世界中没有持续太久。面对突如其来的3个孩子，没有经验的黛西束手无策，这也让她无法融入孩子的生活。而且情况还远远不止如此，黛西还要假装成那个女人去工作，而这种行为简直是深入虎穴。只要一个不注意，黛西便被所有人发现。可是她还是鼓足着勇气决定一试，毕竟只要一成功，那幸福便属于自己。然而现实竟然和梦境一般。就在公司在召开会议室，黛西为了表现出自己的自然，便提出了一项工作的建议。可这意外的竟得到老板的称赞。就这样，黛西的身份没有被揭穿，反而因表现得到更加的重视。回到家后，黛西将事情分享给丈夫，畅聊今天的自己是如何璀璨夺目，而丈夫也会宠溺地称赞她。黛西沉浸在这种梦寐以求的生活，早已经忘记了原本真实的自己。夜里，黛西如往常般准备入睡，却不料那个女人竟然出现在家里。Ну, привет. 女人让黛西赶紧离开豪宅。就在两人一番争论之际，睡醒的孩子在门外呼叫黛西。趁着女人此时正好分神，黛西拿起桌上的喷雾对了过去。紧接着，黛西立刻开门逃离，离开时还顺手将门锁住，然后抱住小儿子并轻声安慰。在哄好儿子后，黛西决定去找女人，却没想到女人直接用匕首要挟。Пирожок? Ты серьезно, да? Я такая баба в детстве.
眼见匕首就抵在自己的脖子上，黛西只能听从女人的安排。随即两人就来到了地下密室，女人把黛西缠绕在凳子上，还给她注射了镇定剂。可女人没想到的是，刚走后，黛西立刻撕开了缠绕的胶带，凭借着超强的意识实现了自救。黛西赶紧起身打算逃跑，不料逃跑的过程中被女人逮住，两人随即就在地上打了起来。可当黛西占据上风时，丈夫却意外的提前回家，两人立刻停止手中的动作。这是两人第一次统一思想，他们都不希望丈夫知道此事。趁着还有时间上的空隙，黛西和女人坦白了自己的诉求，她恳求能给些时间和丈夫道别，而女人听了黛西的恳求后，也为了不被发现而选择同意。即便黛西放不下梦寐以求的生活，但她深知这本来是属于女人的，她不可以再占有眼前的一切。随着时间已经来到了深夜，黛西紧紧地拥抱着丈夫，并告诉丈夫自己有多爱他。而这时的丈夫还是一脸懵，完全不理解黛西的奇怪行为。但由于丈夫还要准备晚餐，所以丈夫也就先回了房间。黛西也趁此机会和女人表示谢意。就在她依依不舍地准备离开时，背后却传来了奇怪的声响。Свалишь ты уже, наконец!此时的女人突然慌张，黛西也是感到了一头雾水，紧接着女人就消失在原地。黛西虽然还处于惊慌中，但当她看见女人遗落在地上的项链，她知道自己又可以回到美好的生活。等到睡醒，黛西再次从床上醒来，她举手无措地来到了大厅，才发现家里已经挤满了人。原来今天迎来了黛西的生日，丈夫表示到了傍晚还会举办生日宴。听后的黛西感到满满当当的幸福。时间很快到了傍晚，生日宴如期举行。可就在黛西享受大家的祝福时，一个老爷子吸引了黛西的注意。黛西只觉得有一股熟悉的感觉，却实在想不起老爷子是谁。这一瞬间，无数的回忆在脑海涌现。黛西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只觉得这一刻是如此的不安。就在黛西还原礼物里时，没想到老爷子忽然摘掉头套，头套之下的人居然是丈夫。原来折腾半天是丈夫的玩笑，众人也都祝福着这对恩爱情侣。此刻黛西内心的石头终于落下，可这并不足以打消黛西的顾虑。她马上就察觉了新的问题，所有人都仿佛是程序设定一般，行为举止十分的呆板和木讷，而这欢快的场景也越发怪异。黛西只觉得后背阵阵发凉，而丈夫也变得十分奇怪，他一改往日的温柔，竟然还胁迫黛西吞下药物。黛西马上去到洗手间，想要通过催吐吐出药物。这时黛西来不及思考，只想要立刻离开这个诡异的地方。经过她的不懈努力，终于打车回到了家，却不料次日又醒在了豪宅。而丈夫和昨日还是一样来到床前，依旧告知黛西今日是他的生辰。可黛西甚至连礼裙都没换，她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，安慰自己这或许是一场梦。等再次来到了大厅里，之前的场景又重新上演，看着如同程序设定般的众人，黛西只觉得阵阵头晕。她立即到卫生间准备洗把脸，可就在结束时顺手打开了手机，动态里居然是自己在住院的照片。黛西正打算查看具体情况时，手上居然凭空出现了针头。这时脑海里的回忆再次翻涌起来，黛西为了搞清楚这些记忆，便骑着单车朝医院的方向去。而当她到达目的地后，眼前的场景再次让她大吃一惊，眼前的医护人员就是生日宴的人。然而更加奇怪的是，这里的人竟然都在手舞足蹈，仿佛还在为黛西庆生。就在黛西想要问清楚状况时，众人忽然间停止了动作。黛西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状况，眼前的情景就切回到了生日宴。此刻她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梦境，自己梦寐以求，一切都是幻想，真正的自己很有可能就躺在医院。而现实和黛西猜想的一样，早在1个周之前，黛西被单车意外撞到，而黛西的脑部也受到重创。几天之后，黛西还是昏迷不醒，而外力治疗几乎没有任何作用。黛西要想醒过来，只能靠自己，所以黛西只要放弃梦境的生活，幻境里的女人也会一同消失，并且幻境的一切都是虚拟的。她从来没有过一个丈夫，更没有3个可爱的孩子，这一切都源于黛西儿时的梦想。现实里的黛西越失去意识，幻境里黛西的思路就越凌乱，这也让黛西在2个场景不断穿梭。如果黛西想要醒过来，就必须放弃这些，不然她就会一直沉溺于幻境中。而如今黛西也搞清楚了这一切，于是她删除了丈夫的所有照片，在删除照片后，丈夫也随之消失。随后她又删掉了孩子们。即便黛西多么留恋着生活，但她还是选择了狠心放弃。等到她完成这些操作后，现实的黛西在医院睁开了眼。Кирилл, прости. Тебе сейчас нельзя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. 在往后的不断休养下，黛西也慢慢的恢复了生机。不久后，黛西伴随着父母的陪伴出院。正当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中时，黛西却收到了一个奇怪的消息，女人居然朝黛西打来视频。她愤怒地质问着黛西，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竟然凭空消失。她指责罪魁祸首的就是黛西。面对女人的大声指责，黛西这才发现自己依然在幻境中。由于黛西迫不及待地想要醒来，所以出现了第2个幻境。至此，影片以开放式结局收尾。